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1日晚间21点整，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下跌了 0.26%， 这样的下跌呢虽然是小幅的下跌，但是毕竟出现了一个新低，在日线新低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很可能最终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位呢，我们认为是在31000点。那上一轮行情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周线级别下跌是在2020年2月份啊，这个时间点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和原油战争引发了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发生了周线级别下跌，下跌幅度是非常巨大的啊，非常巨大的。然后这一轮呢，是因为美国加息啊，在加息预期落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有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31000点的可能性。同时到达31000点之后，也就是120周均线之后，我认为美股的下跌趋势会得以延续，最终呢完成月线级别的下跌。月线级别的下跌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8000点啊，就是月线级别下跌西游能够到达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今天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小幅反弹，但是上方呢，我们看到均线不断的压制，上方有筹码密集区的压制，也就是说，在上证指数这里3100点附近是密集区，筹码的密集区，同时也是多条均线受到压制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当前上证指数的反弹也不构成反转，仅仅是反弹。那在周线上呢，上证指数明显非常弱势于美股，已经跌破了120周均线，出现了一个熊市的特征。那在月线上，我认为它在这里小幅震荡反弹之后，会伴随美股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行。上证指数在前面行情当中我说了，它和美股的 GME 上证指数的月线和美股的 GME 日线是非常相似的。那在这里呢，我就有理由认为它会奔着2600点去来了。那这一轮的比特币的下跌我的观众朋友们、观众老爷们我的 VIP 群中的朋友们认真听我课的几乎吃到了这段行情中的大波段大的趋势行情。在这里呢，我再重复一下我的理由看空的理由。这轮行情当中，我是在反弹到48000点这个位置上看到它的阻力位的。这个阻力位呢，我用白色线画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密集的筹码密集区。反弹到这里，我感受到了上行无力上行无力之后我们在3月31日的这一天看到了悟空阴线也就是标志性的阴线。什么叫悟空阴线呢？悟空阴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反弹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阴线实体部分非常长的一根阴线。那3月31日的这根阴线呢，就有这个特征然后出现之后，随着这个悟空阴线的出现，后面出现了一部分的干扰 K 线，干扰 K 线是干扰这个悟空阴线的实体部分的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把这些干扰呢认为是妖怪 K 线。悟空 K 线悟空阴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走出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这样呢构成了行情当中的一轮我紫色方块画出的下跌西游一组下跌西游的 K 线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4月6日这一天是特别要注意的一天。4月6日的这一天呢，跌破了行情当中从去年3、4、5月份一定要看图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去年3、4、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支撑，44000点跌破之后，宣告这轮熊市再度的开启。那我紫色方块画出了第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有4个人物，每个人物呢我都画一下分别是悟空、八戒沙僧、唐僧这4个主要人物。后面的一些围绕这些主要人物的 K 线呢，我们都认为是妖怪最终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然后
在4月26日，我发现跌破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箱体的底边线部分那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我就说已经开始了。直到前天为止，这一轮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全结束已经宣告结束。这样呢，我们在行情当中，我用紫色方块和红色方块画出了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2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在2轮下跌吸油之后，已经可以看到了大家伙都看到了验证了 K 线吸油战法对行情的判断非常精准的判断。同时呢，我说了这轮行情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出现了时间级别放大时间级别放大的一个过程，分别是在4月4日这周出现了悟空阴线，然后是八剑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本周呢出现了一个唐僧阴线组。那么我们认为唐僧阴线组是一个急跌的过程果不其然跌破了一个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我们看是从去年1月份延伸过来的波谷的连线构成了这个最重要的支撑线。这个支撑线的势力范围大概是在$33,000到$35,000。这条线的跌破，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的跌破，我们认为是行情当中下行空间被打开了下跌的空间被打开了。行情当中已经没有秘密了单边下跌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在 Luna 从$119.5跌到现在不足$1这个事件呢不是偶然发生的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呢，我一直在说它上线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筹码派发。怎么样派发主力超级主力手中的筹码呢？它通过不断的拉升我们看到现在看的是周线级别，不断的做周线级别的上涨，做出了连续4-5轮的周线级别的上涨，在高位不断的进行派发的筹码最后呢，在派发结束的时候做出杀的这个动作，这几乎是大多数虚拟货币出现的标志性的标准的周期。我们可以看一下 Waves 这个代币Waves 这个代币周线级别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这在上一轮行情当中，上一轮比特币的反弹行情当中它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紧接着做对称性的下跌做对称性的下跌也就是我用红色圈画出的这部分。绿色线呢代表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红色线呢代表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本来它应该是能够出现一个至少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在这个5月4日这天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出现之后，我们有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预期。为什么有这个反弹的预期呢？因为是周线级别的下跌然后切换时间级别，它有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预期。但最终呢，因为比特币的行情快速的下跌因为 Luna 这个山寨币崩盘了，大崩盘带动了整个山寨币市场雪崩那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超级主力没有办法做日线级别下跌，只能把这个悟空阳线 Waves 代币的悟空阳线杀死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暴跌所以呢，虚拟货币嘛，在最终的最开始的情况下，它几乎是没有太多价值的超级主力上线之后不断的拉升，只是让你去进场高位接盘在熊市当中在牛市当中不断的上涨，一旦风头不对进入到熊市了，它会不惜血本的把这个筹码去抛洒开来让散户进行抄底让散户不断的在行情当中抄底，最终呢，你会在行情当中失去你的本金在高位你获得的筹码在低位你会把它卖还给主力最终呢，你会失去本金。然后回到我们的比特币我还是要包洋葱式的把这个比特币说清楚，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了解 K 线吸油战法，并且从中获利
周线级别它已经做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本周现在是周三周三的这个情况下，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还在运行，所以呢，目前来看仍然不是一个进场抄底的好的时间点在本周运行结束之后本周周四周五这2天见底之后如果能见底，它有可能会做出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呢，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跌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3000美金这个大底，这样呢下跌空间就打开了，所以呢我不认为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你抄底能够获得很多的利润虽然有可能你赚到一点，但不是很多，不会很多，因为趋势呢是下行的。在下行趋势当中呢，我认为顺应行情的方向更能得到大的利润吃大鱼吃大肉嘛更能得到大的利润。那所以呢，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如果周四周五这2天，包括周末的2天，这4个交易日出现反弹如果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这个目标位呢，我们看4小时级别现在所有的悟空阳线已经都被杀死了在现在这个新低出现之后，那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目标位能够到达33000美金的话这是一个第一个时间点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第二个时间点呢，如果在日线级别上出现反弹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是相对4小时级别要大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如果能够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认为它回到这个大型的日线级别的看图一定要看图，日线级别的大型的收敛区间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的话呢，它回补的目标位我认为是35000美金，也就是说，如果反弹发生如果急跌呢暂时得以缓解如果反弹发生在35000美金到33000美金这个区域上布局空单是合理的是合理的。同时呢，你要有个止损位，止损位在哪里呢？止损位我认为是在36000这里因为36000这里有个筹码密集区是由前面反弹过程当中震荡构成的一个非常强的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对比特币来讲在当前是单边下行不断加速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空单，选择进场空头方向的话，你要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找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这个反弹的目标位在这个目标位附近去进场。同时呢，我不认为你在这个下行过程当中去抄底你别看我说反弹了有可能出现反弹，你就在当前的29000美金去抄底行情呢是变化的，单边下行的趋势当中，你去赶场去抄底的话，非常容易被掩杀非常容易被这个空头的趋势掩杀。所以呢，我认为如果你没有空头的仓位的话，耐心等待行情出现反弹之后进场空头仓位这样是合理的，顺势而为才能在行情当中大幅的获利，逆势的去进场，特别是在单边下行的过程当中，逆势的进场很有可能被超级主力掩杀。以太坊这里我昨天说了跌破了好多个支撑，第一个支撑呢是红色圆弧这个底边线在2727美金这里的一个支撑跌破了，然后是白色的下跌趋势线，前面下跌过程当中波谷连线构成的下跌趋势线在这个2682被跌破了，然后是绿色的这个线，绿色的这个线呢是非常重要的压力线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是由去年3月份波谷连线过来的连接过来的，在2550美金你可以理解为2600美金，这里被跌破了然后呢，红色线是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趋势线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位于2434被跌破了。这样呢，在行情当中构成了紫色方块这里的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和我们画出来的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两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最终呢构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绿色线这个大支撑已经变成压力，这样的话2600美金啊，2550美金这个区间上就构成了如果发生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这也是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可以进场空单的一个位置，和比特币是类似的啊，可以进场空单的一个位置。目前的行情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节奏啊，昨天呢有小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最终呢没有完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今天完全被Luna带来节奏啊，Luna的下跌带来节奏，然后昨天的小日线级别反弹被今天的大阴线完全杀死了。所以呢，我们把行情重新调到4小时级别啊，耐心等待它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再进场空头的仓位是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啊。虽然有可能不出现，但这样进场的话，你会非常安全啊，因为第一，行情是下跌趋势。第二呢，在下跌趋势的过程当中啊，你如果去追空的话，在急跌的过程当中追空的话啊，有可能被它快速的收回，把这个仓位打掉啊。所以呢，安全的做法还是按我说的，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再进场空头的仓位。然后 Luna 这个代币啊，很多 VIP 群的朋友已经大幅的获利了。然后呢，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啊，它出现了和比特币、以太坊同样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虽然本周的下跌啊是快速的下跌，跌幅非常巨大，最大跌幅呢达到了98%啊。但是同样，我们可以用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去把它分型啊。首先是4月4日，这是悟空阴线，然后是8阶阴线组。看图啊，一定要看图，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啊，这样呢是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呢，我们同样认为它有可能出现反弹啊，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这里的反弹应该怎么做呢？我是强烈不建议在这种行情下啊，你去开仓它的合约的啊。但是呢，现货你可以考虑入一些。为什么要入它呢？因为在这个数字货币行情当中，有很多这种浪子回头币嘛，有很多浪子回头币啊，暴跌之后剩价格嘛，剩一点渣子一样的数字了啊，然后在盘整之后啊，它突然出现几倍或者十几倍、几十倍的一个暴拉啊，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那我们看到了 Luna 这个代币啊，在上线闭安之后，最低价格是0.27啊，它今天达到的最低价格大概是0.7附近啊，0.7附近。这样的话，它之前的涨幅呢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测量一下，之前的涨幅达到了434倍啊，434倍，在暴跌了几乎99%的价格之后啊，你持有一点仓位的话啊，在现货这方面，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Luna 这个代币虽然目前来说可以说宣告失败了，但是呢，通过这轮行情的做空呢，在 Luna 的现货市场上啊，千万不要碰它的合约了。在现货市场上，它有着大量的粉丝基础啊，在合约市场上也有着大量的粉丝基础。之前的暴涨和现在的暴跌，同样让很多人来关注了它。这种情况下呢，你买一点它的现货啊，在当前这个价格已经在鞋底之下了，在地板之下这个价格上，你持有一点它的现货啊，耐心等待它做浪子回头，可能会给你带来10倍以上的收益啊。这个山寨啊，就说这么多。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微信群，感谢大家，再见。